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依旧是美恐系列邪恶愿望。男主阿伟是一个欠了300万网贷的落魄厨师，而在2024年6月13日这天，他却莫名的来到西班牙一座小岛度假。原来阿伟是受到一个多年没联系的朋友邀请，为了躲避债务，缓解窘迫的生活压力，他只好无奈的受邀前来。来到朋友杰克的别墅后，阿伟就被这豪华的装修折服了，而杰克一见到他却显得格外热情，这让阿伟觉得事情有些蹊跷。晚上两人在一起叙旧，阿伟好奇地问杰克：咱们都是一个厨师学校毕业的，凭什么你现在混得这么好？而杰克的回答却很奇怪，似乎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不满意。而阿伟不知道，接下来这3天将会让他永生难忘。第二天，阿伟在别墅里被电话吵醒，原来又是债主发来的信息，手机显示如果3天内还不上欠款，就送他们全家领盒饭。阿伟瞬间头痛欲裂，下楼后他好奇地询问杰克是怎么做到如今这样财富自由的。杰克敷衍地告诉他，现在只是在为一些富翁做晚宴，所以报酬很丰厚，慢慢就这样发家了，而且后天就一场晚宴，可以让阿伟感受一下。阿伟当时没有说什么，但趁杰克出去工作后，悄悄地打开了他的电脑，惊奇地发现杰克的卡里余额竟然有将近1000多万。他知道杰克有钱，但没想到杰克竟然这么有钱，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。下午，杰克邀请阿伟出去吃饭，看着阿伟津津有味地吃着牛排，他却露出厌恶的表情。这里可是导演埋下的伏笔。就在这时，他们认识了一个金发妹，3人聊得很开心。晚上，杰克就带着金发妹来到了自己家里开派对。正当阿伟做好了甜点准备去巴结她，杰克就带着金发妹上楼练习瑜伽了。此刻，阿伟对杰克的生活简直羡慕得五体投地，但不过5秒钟的功夫，练完瑜伽的杰克就将金发妹送了回去，然后又和阿伟聊起了天。但他言语中满是对世界以及贫富差距的不满。阿伟虽然心中满是疑惑，但也只能默默地看着他装逼。画面一转，又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阿伟又一次在杰克家800平米的大别墅中醒来，正准备去叫杰克起床，可突然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差点没站稳，他抠破头也没有想通，一个千万富翁为什么会自寻短见呢？就在他准备报警时，一个邪恶的想法顿时涌入脑海，于是他先用塑料袋粘在尸体下方，然后又将已经凉掉的杰克放了下来，趁着夜晚人少，他又将杰克包好拖向河边，在绑上哑铃后又将他沉入了河底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又开始了下一步计划。他打开杰克的电脑，准备将他的全部财产转入自己名下，但他却无法提供有效的密码重置问题。于是阿伟赶紧联系银行，但客服表示想要大额转账，必须要本人持有效证件去就近的营业厅现场办理。正当阿伟惆怅时，又想到了一个新办法，直接办一个假的证件不就可以了吗？接着他就拍了张证件照片，在网上上传了假的个人信息，联系到办证公司后付了款，假证3天后就到货。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，债主竟然又发来了信息，而且还附带了一张母亲的照片。看来债主这次是玩真的。阿伟此时已经慌了神，但着急也没有办法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拿到杰克的存款，并转到自己名下，然后逃出升天。没过一会儿，阿伟从外面吃完饭回家，发现别墅外竟然停着另一辆车。他疑惑地走进房内，竟然来了2位杰克的同事，但他们似乎不认识杰克，而且已经将阿伟当成了杰克。阿伟决定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冒充杰克吧，说不定会捞到好处。这个名叫翠花的女人感觉很焦急，立刻询问阿伟晚宴的食材准备怎么样。阿伟谎称大部分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只是自己最近经济上遇到了问题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能否先预支一些报酬？翠花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，直接手机支付了300万。阿伟兴奋的还掉了所有债务，终于长长的舒了口气。这时翠花问起了明天晚宴的主要肉类食材准备情况，阿伟则继续撒谎称其实自己一直在等他们来一起挑选。两人直接被这回答干懵了，眼前这个杰克让他们感到十分可疑，但现在情况紧急，马上就到了晚宴时间，他们也没时间深究。画面一转，翠
花和助手大壮就带着阿伟到街上挑选食材。通过翠花一步步介绍，阿伟猛地反应过来，原来他们所说的食材竟然是人肉。此刻他感觉五雷轰顶，战战兢兢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想要拒绝却已经收了钱。翠花似乎已经看出了他的胆怯，建议他做好本职工作，而且明天自己的助手大壮会协助他一起准备食材，但如果阿伟搞砸了晚宴，就把他们全家都杀光。面对翠花的威胁，阿伟只好勉强同意。回来后，阿伟终于想通了，原来杰克着急忙慌的邀请自己过来玩，就是要把自己变成食材。最后他良心发现，下不去手，然后选择了自我了断。想到这里，阿伟感到后背发凉。半夜他想悄悄逃跑，却没想到被翠花撞了个正着。翠花看出了他的心理想法，于是好心的提醒他，明天晚宴的总费用是1700万美金，而公司每年要搞70多次晚宴，服务上流社会的人，而每年有70多人变成主要食材。这些人给公司每年创造了超过5亿元的财富，但如果一次晚宴搞砸了，就会影响公司的声誉，所有人都会领盒饭。迫于压力，阿伟只能选择妥协。画面一转，大壮就带着阿伟挑选食材。大壮发现一对母女准备用女孩做食材，一路跟踪着他们，却引起了这对母女的怀疑。没过一会儿，他们就在一处丁字路口将两人跟丢了。他们连忙下车去寻找，却碰到路边一个热心的小伙。小伙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，而大壮却意味深长地看着阿伟。阿伟无奈地点头默认。于是大壮谎称他们的车坏了，需要帮忙修一下。小伙也是爽快地答应了。就当他在车底检查时，完事后，两人商量着下一步计划。突然，身后那对母女带着警察走来。警官问他们为什么要跟踪这对母女，而大壮却谎称他们是工程师，正在测量这里的地形，根本没有跟踪任何人。警官虽然不相信，但又没有直接证据，只好作罢。临走时，大壮递上了自己的名片，殊不知就因为这个名片，差点让他们所有计划泡汤。在摆脱警察的纠缠后，两人就驾车拉着断气的小伙回别墅，因为今天晚上就是正式的晚宴，他们必须抓紧时间。来到别墅后，阿伟开始了食材准备工作，翠花负责布置晚宴现场。正当阿伟将食材准备好后，大壮前来告诉他房间内有他的包裹。趁着洗澡，阿伟痛哭起来，努力清洗着自己的身体，因为当了这么多年厨师，从没有做过人肉大餐，哪怕现在报酬丰厚，而内心却依旧无法接受。于是他拿到办好的假证，决定赶紧跑路。趁着人们都在忙，阿伟悄悄地溜出别墅，慌忙地驾车逃窜。结果就在这时，大壮赶来，听着阿伟的解释，大壮产生了怀疑，警告他如果再逃跑，就把他变成人肉包子。此刻，阿伟已经绝望到了极点。大壮告诉他，如果把这次晚宴搞好，就会得到公司的奖励，作为奖励就可以申请退出或者退役什么的。阿伟似乎又看到了希望，现在他只好硬着头皮拿出看家厨艺，做一份让客户和公司都满意的人肉大餐。没过一会儿，第一批客人已经到达，阿伟精心地准备着人肉大餐。而就在这时，对讲机通报有警察来了，原来正是当地的警长和上午接警的帽子叔叔，他们一直在寻找已经被大壮干掉的小伙。这个小伙竟然还是警长的外甥。翠花称今天的聚会很重要，害怕他们的出现会影响客人的心情，但警长表示每年这里都会有几十个年轻人失踪，别人也就罢了，而这次竟然是自己的外甥，不管怎么样他都要亲自调查一下。两人被请进了厨房，面对警长的询问，阿伟巧舌如簧，回答的滴水不漏。但在看到照片后，他突然就感觉不淡定了。 Is everything all right? Yeah, he reminds me of an old friend. He's a close friend. He passed away. 其实阿伟内心还是充满愧疚。此时警长表示很想尝试下他的厨艺，阿伟现场直接懵逼了。两人在吃完阿伟的人肉排骨汤后，表示味道好极了。接着他们就去询问了大壮，大壮也表示没有见过这个年轻人。于是警长又去询问了晚宴的客人，而在座的客人表示他们都是刚下飞机，所以也没有见过。就当他们准备离开时，一个光头客人却要挽留他们共进晚餐，而警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
就这样，一桌10人族开始了用餐，而另一个警官因为还要工作，就先行离开了。阿伟做好的大餐被服务员一盘盘端向餐桌。另一边，大壮告诉翠花，杰克的朋友金发妹来了。翠花想赶走金发妹，但她却说自己已经肚子疼得憋不住了，急需上厕所。无奈之下，翠花只好让她先进去。金发妹很奇怪，大家都把阿伟叫杰克，于是阿伟告诉她，只是帮杰克做顿晚宴，他早就回国潇洒去了。就在这时，金发妹看到阿伟带着杰克的手表，而锅里煮着血乎乎的汤，瞬间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阿伟赶忙解释，这个表是杰克送的，但金发妹还是充满怀疑的走了。正当他回到车内准备离开时，车却怎么也发动不着。大壮突然赶来，表示愿意为他叫一辆出租车，让他回到别墅里稍微等一下。而另一边，让阿伟头疼的事情发生了，最后一道菜要做舌头刺身，结果原材料舌头上有溃疡。就在这时，金发妹走了过来，材料的问题直接解决了。阿伟问翠花，晚宴如果表现得好，是不是可以向公司申请退休？翠花说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儿，做好了就会得到高额报酬，做不好，下次你就是别人的食材，公司一向这样安排。阿伟瞬间绝望了，现在他只有自救了。于是在给警长送餐具时，阿伟在脖子上绑了一个纸条，警长打开纸条，上面写着到洗手间汇合。警长小心地走到洗手间，阿伟紧张地告诉他，今天晚宴食材就是你的外甥，而且你自己也吃了，但我是被逼的，赶紧救我。听完后，警长赶紧到洗手间呕吐了起来，随后他就与大家打招呼，假装要离开这儿，然后又迂回到了别墅，接着悄悄地跟着阿伟来到了地下室。阿伟从汤锅里拿出了他外甥的头给他看，看完后警长再次呕吐了起来，因为大壮身上有真理，警长决定赶紧呼叫增援，但他的手机却落到厨房充电，阿伟决定帮他拿过来。此时大壮看到地下室有灯光，而就在地下室的警长又发现了金发妹的尸体。就在这时，在送走所有客人后，阿伟赶紧去拿手机。阿伟拿着手机，小心翼翼地来到地下室，警长的尸体却出现在了眼前，而大壮却在一旁准备处理着后续工作。此刻的阿伟心情已经沮丧到了极点。第二天，翠花和大壮对阿伟的厨艺表示了肯定，另外他的报酬余款500万已经全部打到了他的账户中。为了能随时找到他，大壮还给他脖子上植入了定位芯片，下一步他就要前往南非继续做人肉大餐。此时阿伟真没想到自己会越陷越深，虽然即将会和死去的杰克一样富有，但这份工作还是让他感到恶心和恐惧。最后影片到此结束。这部电影展现了一种残酷的隐喻，富人通过吃穷人变得更加富有，而穷人想要变成富人，首先要变成他们的工具。人性就是你一旦品尝到甜味后，你就会沉迷下去，根本再吃不了一点苦涩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儿，我是石章，下次再见。